如果嗰啲5、6頭鮑魚冇人食賣唔去，我留翻俾阿女做嫁妝。我話我哋廣東人嗰啲傳統習慣咧，都會有啲乾貨海味做嫁妝。乾鮑屬於收藏越耐越矜貴嘅食材，存放咗幾年之後，鮑身會起白色嘅霜狀物質。呢個唔係發毛，而係鹽分滲出表面。乾鮑嘅大細以每司馬斤嘅頭數幾多嚟計算，頭數越少，鮑魚就越大隻，價格亦越貴。最大嘅鮑魚，我而家都係見過2頭鮑魚，就係響師傅嗰度。我自己收藏嘅3頭咧都唔多，即係都係得10隻8隻，因為好難遇到有啲叫3頭鮑魚咁大隻。好似我準備煮個晚飯俾我啲仔女食，因為佢哋準備出翻去讀書咧，我都攞咗3隻3頭出嚟煲俾佢哋食。好食材唔可以浪費，咁究竟麥廣凡做好乾鮑嘅秘訣喺邊度呢？其實做鮑魚咧都係幾難嘅，好細心、好小心，即係要處理最起碼3到4天為之完成。即係從買乾鮑魚翻嚟，我哋再攞去泡水，泡1日水，再準備材料煲。煲嘅時間係2日，煲嘅過程裏邊你要加雞湯落去。呢煲鮑魚用嘅湯底，用料精挑細選，大有講究。瘦肉同雞咧，我哋個比例咧係要好準，即係大家差唔多5:5咁樣。所以咧輕輕會帶少少，我哋叫做腩排咧，會帶少少肥，即係有少少肥，即係一定有啲油性喺度。我哋認為鮑魚係呢個唔食齋嘅，佢係食青苔大嘅，所以佢對油分嘅吸收咧，佢就係需要。同師傅阿一相比，麥廣凡做嘅鮑魚更加清淡清爽，更適合珠三角嘅人嘅口味。夠唔夠腍啊？夠。整溏心嗬，係好肥美啊！睇到。自己攞汁啊，睇就唔使俾咁多喎。我哋食多啲嘅。好食啊！真嘅。真係真嘅。細佬話好食就好食啦。阿女食呢啲溏心鮑魚咧，知唔知咩叫溏心鮑魚啊？就係有彈性，切落去又夠腍。溏心係指乾鮑中心黐黐腍腍、半形結狀嘅部分。入口時候有軟溏心一樣嘅口感，甚至仲有少少黐牙嘅感覺。溏心乾鮑將鮑魚嘅口感發揮到巔峰。阿仔啊，你食多啲啊，過兩日翻美國啦。為即將遠行嘅兒女準備一席家宴，麥廣凡精心烹飪每一道菜，只為等屋企人食到最美嘅家嘅味道。啱啱好喎。而喺潮汕地區，講到家宴，好多人去汕頭嘅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想喺張新民嘅潮菜研究會食一餐正宗嘅潮汕家宴。全國各路美食達人呢幾年就嚟要將張家嘅門檻踩爛，好客嘅張新民被迫要將家宴升級，移到去佢牽頭搞起身嘅潮菜研究會。後日中午，佢要宴請幾位老朋友。先要高下，那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牛田洋係汕頭西邊嘅一片濕地，韓江、榕江喺呢度交匯出海，俾咗蟹農得天獨厚嘅養蟹福地。哎，你好。好。好，我們出去撈蟹吧。好。張新民今日親自落蟹池揀蟹，但係呢個蟹究竟係點樣嘅捉法呢？
哇，这个蛮大的啊。整那起瓜酱。我哋而家嗰度幫個硬力可以個只，六接在做只在起個接嚟，我家嘅接嚟，家己接嚟，擼這個。看它这个屁股啊，现在抓到的这一种叫膏蟹，你看什么？它这个屁股一看哈，非常圆满，里面都是膏了。这种母蟹受精了，它会产卵，里面都是红膏。这种是蟹里面属于最好最贵的那種。老師就得意追，啊啲落閪啊！其實張新文一日廚師都冇做過，而係一位記者，因為開設咗潮汕文化嘅專欄，先至逐漸從美食愛好者變成咗美食家。民以食為天，我叫張新民嘛，跟人民是一樣的民，真的是為了這個吃而生的。張新文對食嘅研究到咗痴狂嘅地步，10幾年裏面，佢揾勻食材嘅源頭，了解各地嘅物產，發掘失傳嘅菜譜。冇學過廚藝嘅佢，遇到食得唔滿意嘅，只有自己親自動手。我是精細中的精細，就是要特別講究。呢個臭到未嘅，可以啊。張新文嘅講究，從食材開始。我這個是已經受精母蟹，是懷孕了，你看這麼，快生了。這個是處女蟹，還沒交配的。你這個是大公蟹，大公蟹，這個已經當祖宗了。這個我們叫粉公，就是還沒談戀愛的男青年。對，男青年。張老師，你覺得你手上這兩個，你喜歡吃哪一個？哇，你要看怎麼做。如果做花椒焗的，我就用這個，因為這個是煙仔蟹嘛，這個處女蟹，我們就拿來蒸的。就是不同的蟹，我們就有不同的做法，不一樣的。但是今天張老師，你最想做的，準備做什麼蟹？我就用這個啦，這個要拿來醃，就用這個。我們今天就把各種品種都帶回去。好。蟹攞返嚟先清洗。力求完美嘅張新文革新咗洗蟹嘅方法，將蟹浸喺飽和鹽水裏面，再注入臭氧嚟殺菌。醃料同樣講究，以豉油作為主料，搭配大蒜、辣椒、香菜頭、花椒等等。酒都要灑一啲，用嘅係價值不菲嘅丹麥威士忌。殼要不停咁樣攪動碗裏面嘅醃料，喺呢一陣濃香嘅刺激底下，從舌尖到整個口腔裏面嘅味蕾都活躍咗起身。啊，太香了！醃料的香味，混合的花椒的、大蒜的、跟酒的、醬油的，已經調和在一起了。潮汕人精通18般烹調手藝，但係就對生醃情有獨鍾。有人將生醃叫做毒藥，一旦中毒就會無法自拔。將蟹醃好，張新文要開始張羅另一道花費功夫嘅主菜——鮑汁焗花膠。花膠就係魚肚，係各類魚標嘅乾製品，亦係一種非常昂貴嘅食材。不過喺潮汕，全民食花膠並唔係想像中咁奢侈嘅事。去市場轉下你就明啦。哇，好妹啊！落好味啊！烏梅嘅店係老廣經常幫襯嘅南北行，鋪滿各種海貨，有一陣濃烈嘅海腥味。哦。都知個啊，齋河。
这都收餐啊，這度最好，最好哇！琳琅滿目嘅魚膠產自全球各個海域唔同嘅魚。知道中國人中意食呢啲奇怪嘅嘢，遠喺南美嘅漁船捕到巨大嘅海魚，都會劏個魚肚出嚟曬乾，不遠萬里運到嚟中國南方。其實張新民屋企亦都收埋唔少好貨。这个是我藏东西的一个屋子，里面有很多东西，但是最好的还是藏在这个床底下。这个就是那些大花椒了，这个拿出来了，这些都是我多年慢慢收藏起来的。看到好东西就想收藏，是因为这种花椒是可遇不可求的，这么大。这个岷江经验就是10斤鱼最多就出1、2胶，那如果这个鱼胶是1斤，那条鱼肯定是100斤以上的。魚膠分公乸。公肚嘅紋路同乸嘅唔同，口感亦都更好。魚膠仲分新舊，有啲老膠收藏咗幾十年、上百年，彌足珍貴。最大的这个以前是1斤4，现在也是1斤3两多，少了。胶会这样，就是放久了、成年了，它就变得金黄，药效更好、更好吃，但是那个重量就會減少。呢一片又黃又硬嘅魚肚，真係可以成為一碟美味。好的花椒一定要水花，水花是什么意思？泡在水里，慢慢的恢復到原來從魚身上取下來那個狀態。其實喺好多老廣嘅菜譜裏邊，最重要嘅功夫都用咗喺烹飪之前，因為提前處理好咗醃蟹同花膠，開席前嘅廚房有條不紊。發好嘅花膠厚切，然之後放入包汁裏面煮半個鐘頭入味，再配一啲黃芥辣，就可以上台啦。發過24小時嘅魚膠又軟又糯，浸透咗包汁嘅濃香，能夠清晰咁感覺到嗰啲香軟而黐牙嘅膠質喺口腔中融化嘅過程。以前呢，我們家裡也有燉魚餃，但很腥，加上這些調味、梅腥味，口感有彈性。呢邊喺度熱鬧咁食。後廚切蟹師傅已經喺案板上忙碌起身，醃蟹已經提前從冰箱裏邊攞咗出嚟，自然解凍。到略帶冰渣嘅嗰刻，正係切蟹嘅最佳時機。生醃蟹似乎先至係呢一隻高滿脂肪嘅牛田洋腳原青蟹最好嘅歸宿。蟹子醬啊，像我小的時候，這種膏蟹，它是醃在這個鹽堆裡面的，鹹到沒辦法做，沒辦法做。一個腳就可以一碗稀飯。你看現在多大了？所以問一個問題，蟹是怎麼死的？它是鹹死的。鹹死的。